沈清一下子就想起那日在他的卧室里的情景，连忙去看床上，还好没遗落他的什么衣服。陛下怎么又来了？季君夜扫了一眼旁边，那里放的正是他的便装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这也需要换衣服。你换衣服没有自己的房间吗？他就不信这园子里没他的房间。沈清郁闷的不想理他，这里又不是别院，他这样来就不怕被人发现了吗？去哪儿？陛下既然喜欢这儿，那我就去隔壁换好了。不许！季君夜闪身到他面前，就在这换。将他手里的衣服尽数扔到床上去，擒住他的手落在自己的衣襟上。季君夜低头，声音低沉而诱惑：帮朕换。其实他也不是非要他来伺候他，他平时基本也都是自己动手，但是看着沈清为自己忙碌，季君夜会觉得满足。他觉得这样的沈清就像他的妻子一样，眼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也只属于他一个人。每次想到这个，他就想把徐燕池千刀万剐。其实说实话，那点水渍早就已经干了，沈清几乎都看不出来，就是矫情。谁叫他现在还得依靠他，等哪天他不需要他了，一定给他踹得远远的。沈清现在更衣已经十分娴熟了，心里骂他也丝毫不耽误他手里的动作。门被一阵风吹开了一个缝，徐燕池踏入院门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沈清微微低着头，眉眼含笑的在给季君夜系腰带。而他们的冷面阎王一般的陛下，此刻看着沈清的目光也在不经意之间露出丝丝柔情。这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，深深刺痛了徐燕池的眼睛。沈清不是被迫的吗？就算季君夜能给他庇护，但是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他不应该恨季君夜吗？还有季君夜，她可是95之尊啊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沈清对她来说，最多是一个玩物而已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生出情谊来？他一时情绪上头，想冲进去质问他们两个，一时又理智占据高地，想拔腿离开，但是一时半会儿竟然觉得哪个都不好。进去了，他无法承受陛下的怒火，但是就这么走了，他又实在气不过。沈姐姐，你衣服换好了没有？真广平侯徐燕池参见公主。你就是那个养万世还宠妾灭妻的广平侯？外面流言，公主勿要相信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在这做什么？怎么不进去？是，夫人正在更衣，臣在此等候。那你就在这等着吧，我进去看看。季青书说走就走，徐燕池都愣住了，连忙叫住人：公主等等，夫人她不喜换衣的时候有旁人进去，公主不若等会儿再来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否则臣怎会在外面等候呢？那好吧。季青书风风火火的来，又风风火火的走了。徐燕池总算是抹了把汗，也走了。里面沈清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，他在听到季青书的声音的时候，下意识的就紧张了起来，生怕他闯进来看到一些不该看的。但是下一秒他竟然听到了徐燕池的声音，直接凌乱了。徐燕池怎么这么会挑时候来，生怕看不到自己上绿的是吧？偏偏季君夜不让他出去，还不让他出声，给他吓得不行。好在现在两个人都走了，沈清一回神就感觉某人的手还在乱摸，当下觉得烦，啪的一声拍了上去。季君夜气笑了，这是他今天第2次打他了，当即捉住了他的手，重重捏了一下。哼，沈清，你胆子肥了。我错了。等你的毒解了，看朕怎么收拾你。抱歉，那手已经跑路了。最后是沈清觉得他离开的着实有点久了，才催促着他出去。季君夜看着他强装镇定，实际上跟做贼一样，偷偷看周边有没有人，心里有些好笑。周边有没有人，他的暗卫不知道，怎么可能让人来打扰他们？没错，季青书和徐燕池都是他故意放进来的。眼见着沈清走远了，他才笑了一声，消失在屋里，仿佛从未来过。沈清到的时候，就看见那2个说季青书坏话的人正跪在大长公主面前，季君夜竟然也已经回到了位置，漫不经心地敲着椅子的扶手，人模人样的，完全看不出片刻之前还在他面前耍无赖。陛下，藐视天家公主不是小事，该怎么处理，请陛下示下吧。他其实要处理这2个人早就处理了，让陛下来处理就是为了给景阳撑腰。不会说话那就长嘴巴，什么时候景阳满意了，什么时候再听。李玄挥了挥手，立刻就有侍卫把2人拖了下去。景阳呢？让人去找找。这种时候他不在场不好，一会儿找到了记得问问要打到什么时候。是。李全听得都想笑，先不说公主原不原谅他们，光找公主就得先花时间，
等找到公主了，他们估计早就肿成猪头了。公主，饶命啊！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再胡说八道！不可能！季青书这才满意，让他们停下，嫌弃地看着2张猪头脸。送他们回家吧，别出了什么事儿，到时候又要怪到我皇兄头上。庶女，错不了，奴婢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就是吏部侍郎府的庶女，叫银芷，跟在陛下身后去了后院。茉莉每说一句，贵妃的脸色就难看1分。那银芷长得如何？一副狐妹子长相，更会讨男人怜惜的。她生母还是个青楼女子。去查，本宫绝不允许一个低贱的庶女勾引陛下。你悄悄地去查，必要的时候，这世间能靠近陛下的女子只有她一个，陛下是她一个人的。茉莉明白了，躬身下去办。宴会到后面，渐渐的没人去玩了，女眷们就聚在一起说话。今日的宴会都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景阳啊，你可有相中的儿郎？没有，一个都没看上啊。哎呀，姑母，这事强求不来的，不是我看上谁就能成的。我可不想嫁一个不喜欢也不喜欢我的人，他们是很好，但是不适合我呀。陛下说呢？他自己决定就好。此言一出，底下顿时不少人附和，说公主尊贵，总要慢慢挑个好的。有了今日这一出，是再没人敢轻视季青书这个景阳公主了。宴会结束，季青书迫不及待地拉着沈清去拜见自己的姑母。姑母，这位是广平侯夫人，护国公府的小姐，也是我新交的朋友。沈清拜见大长公主。起来吧，护国公府出来的，自然是个好孩子。景阳能跟你成为朋友，说明你们应当是合得来的。只是一样，景阳是君，你是臣，你要谨记自己的身份，莫要奢望一些不该奢望的东西。臣妇自当谨记自己本分，谢大长公主教诲。姑母，季青书不明白里面的弯弯绕绕，但是他听出了敲打的意思，当即缠着大长公主撒娇。姑母，我好不容易交到一个真心的朋友，再被你给吓跑了怎么办？季君夜正好出来，听见也不咸不淡地插了一句：若是吓跑了，景阳怕是要跟你闹起来。行了行了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们兄妹2个倒是一致的很，都护上了。姑母，坐上回府的马车时，沈清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轻轻捶了捶有些酸痛的大腿。你怎么办的事，竟然让他跑了？娘娘息怒，奴婢本想将她推进水里做溺水之状，但是没想到那银芷一个闺中女子竟然会水性。等奴婢发现的时候，她已经被侍郎府的人给带走了。贵妃大怒，真是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本宫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茉莉跪着不敢为自己分辨一句。银芷被带回吏部侍郎府的时候，身上的衣裳还湿着，她被随意地扔进柴房里，连衣裳也不给她换一件。第2天，银芷就被捆了手脚，用一辆不起眼的马车送上了湾月庵，对外就说是去养病去了。银芷是谁？就是那日跟在陛下身后的女子，奴婢已经敲打过了。原本依照陛下的意思，她知道了陛下和夫人的关系，应该……竹星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但是夫人说莫随意造杀孽，奴婢就给她喂了毒药，说是她敢透露一个字，便会肠穿肚烂而死。你做得很好，若是让他来，他也会这样做。比起一个陌生人，当然是他和孩子更重要。中元节的前一天，沈清让迎秀去买扎河灯的东西，准备自己动手扎一些来放。但是迎秀回来时，却是脸色惨白，冒了一脸的冷汗。死人了！把你吓成这样，谁死了？是二爷。徐彦行死了。奴婢本来是去买彩纸的，但是经过迎春楼的时候，就听到有人说死人了。官兵也来了，没有一会儿，里面就抬出来一个人。奴婢在旁边看了一眼，正是我们府上的二爷。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，二爷的长随就在那旁边，现在被应天府的人叫去审问去了。整个迎春楼当时就疯了。沈清叫来竹星，让他去打听一下应天府那边的情况，若真是徐彦行，问问死因。
死人不是小事，又是官宦子弟，那就更不是小事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徐彦行的尸体就被送了回来，可是哭得撕心裂肺，要不是人拉着，恐怕直接扑到抬人的官差身上了。听官差说，死因是服用了大量壮阳的药物，咱们府里的脸都要丢尽了。这种死法着实是不光彩，但是又能怪得谁呢？老夫人生气，下令大门不许挂白，也不许在府里停灵祭奠。葛氏大闹反对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连族老都请来了，最后只闹得了一个在二房挂白的结果。沈清总觉得徐彦行的死不简单，沈清叫来竹星，你们队伍里有没有会验尸的？夫人的意思是，我想要验一验徐彦行的尸体。有的，不过奴婢没有调度的权利。夫人不若去跟陛下开口，依陛下对夫人的宠爱和重视，应该不难。明天我试试吧。中元节当天，天色刚黑，沈清就出门去了小院。季君夜还没到，沈清就自己待着。沈清在小院里吃了些东西，又待了好一会儿，季君夜才踏着夜色来临。这几日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秦大夫的药很有效。他觉得这几日身子比先前轻盈了不少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季君夜一边说，一边拉着他的手走向另一辆马车。收拾什么？不是要去放河灯吗？带你去一个地方。马车陆路行驶，沈清和季君夜在车上下棋，他们倒是难得有这样安静的时候。你输了。马车上没一会儿，沈清的白子就被季君夜所持的黑子围得水泄不通。沈清有些不服，撇了撇嘴。再来。季君夜挑眉，没过一会儿，沈清又输了。再来。连下3局，沈清连输3局，输得他都郁闷了。他的棋艺不说卓绝也不错了，怎么到了他这里就被杀得片甲不留，也不知道让他。不玩了。青青的心思不难猜，再下多少你都赢不了。下棋如同博弈，陛下老谋深算，小女子望尘莫及。沈清心里烦闷，说话也阴阳怪气的。季君夜听出来了，却并不在意。左右他过些日子就要跑路，要不然整日对着他这样自负又无聊的人，真是能把他给憋闷死。看来他得加快对侯府出手了。沈清郁闷着，眼前突然落下一片阴影，整个人被往前一带，随后是一阵天旋地转，再回过神来时，已经被他扑倒在了棋盘上。季君夜执起他的手，却是逐渐上移，移至心口的位置。自古棋逢对手，下棋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对方的心思。青青心思不在阵，自然赢不了。说是青青想，朕的心思你有几会丝毫不真？衣衫单薄，咚咚的心跳几乎震得沈清的手发麻。他想抽手，却抽不动。陛下是九五之尊，心思岂能让人随意揣测？只要你想，有何不可？沈清觉得今夜的季君夜跟平时很不一样，他倒是希望他还是平时那个样子，这样他会怀疑他今天是吃错了什么药，还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。好在马车很快停了下来，才结束了沈清无处安放的自我。季君夜从他身上起来，下车朝他伸出了手。护城河人太多，这条小溪源头连通护城河，在这里放也是一样的。季君夜冲后面招了招手，追云立刻拿上来2盏河灯递到季君夜手里，然后迅速退到了远处。我也带了。小姐。竹星把3盏莲花河灯拿过来。沈清虽然气还没全消，但还是把属于他的那一盏给了季君夜。我亲手做的。季君夜看了他一眼，舍弃了手里的2盏，转而点燃了沈清给他的那一盏。沈清把河灯点燃放进水里，河灯随着流水流向远方。在沈清的心里，这就是上一世的他和孩子向自己告别了。陛下的灯是为谁放的？为自己。为自己？难道他不应该不是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沈清突然想到了前世他葬身火场之后的情景，整个朝堂无不欢天喜地，恨不得普天同庆。他们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景王这个新主的到来，却无人为他的离去惋惜半分。即便他以一己之力挽狂澜，将先帝治理下支离破碎的景国一点点拼凑起来，但是那些官员士族到最后只记住了他的暴力。那你呢？你又是为谁放的？为祖父，还有父亲。上一世他们都太苦了，希望这一次他们都能有新的生活吧。突然，一道箭矢破空的声音传来，季君夜迅速将沈清扑倒，滚到一边，一支箭矢插入他们刚才的地面。箭上有毒，有4个。
追云很快反应过来，带着人跟刺客厮杀了起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怎么会有刺客？季君夜身边的人素质都不是盖的，很快就将刺客清理干净。禀陛下，抓到2个活口，带回去审。季君夜把沈清打横抱起，沈清下意识搂住了他的脖子。回城。有孕本就容易觉得累，折腾了这么久，又来了这么一出，沈清一上马车就沉沉睡去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了。昨晚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哦，3更。哦，知道了。季君夜应该是去审那2个刺客了吧？借人的事他也开口了，这2日应该就能知道徐彦行真正的死因。正好玉枕从外面回来，怎么回事？奴婢和农园去布庄给小姐取新到的一副料子，没想到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二夫人，二夫人就说二爷没了，奴婢还拿这么显眼的料子，实在故意膈应她，就给了奴婢一巴掌。农云气不过，就跟二夫人理论了2句，结果二夫人就什么？二夫人就罚农云跪在花园里，说不跪足2个时辰不准起来。你去把农云带回来，再去给二婶传个话。农云是我院子里的人，说要管教也该是我亲自管教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二房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他的人动手？小姐，咱们就这么算了吗？二夫人的手伸的也太长了，莫非是要人人都对她的丧子之痛感同身受不成？当然不只是这样，让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二老爷最近的行程以及接触的人都在这儿了。他这二叔最近可干了不少好事啊，什么强抢民女、与人争继子，这都已经是家常便饭。但是他的人还查到最近徐伟在城外突然多了一个院子，这些天他几乎日日都在那里。更让沈清意外的是，这个院子背后竟然是金宝的手笔。整个院子全部控制起来。那几个10岁的孩子吓得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在他们身上轻易看得出被虐待的痕迹。人都已经按照小姐的吩咐绑好了，请小姐示下。没惊动什么人吧？没有，属下等先前都是受过训练的，这种事情做得顺手，没惊动多少人，也没人认出咱们的身份。侯爷回来了吗？侯爷还要半个时辰才下旨，今日的路不好走，恐怕还要再晚些。新姨娘抬进了府了吗？午后就用一顶小轿从侧门抬进来了，听说金姨娘还不满意，闹着要走正门，被老夫人训斥了一番才消停。沈清又交代了一些事情，才让人下去。焦路刚走，竹星也回来了。小姐，徐伟已经带回来了，让到新房里去吧，别惊动了人。啊？侯爷不是还有半个时辰回来？新姨娘年轻，难免等不及。方才焦路送来的消息，城南小院的背后跟金家脱不了干系，金姨娘也没少参与。沈清将消息递给竹星，不喜欢便将他们随意卖到这样的地方供人玩乐。金宝不是喜欢掌控别人的命运吗？他今日也让他尝尝自食恶果的滋味。区区一个金宝就如此，金家背后的黑色产业恐怕远不止于此。岂有此理！金家不过区区一个商贾之家，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他们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定然是有后台撑腰，否则他们怎么敢？去做吧，回来之后把这封信送到宫里去。是，小姐亲自去跟主子说，岂不是更好？快去吧。这丫头现在都敢明目张胆地打趣他了。前世这就是一条由金家牵头的黑色产业链，只是前世没有金宝进府当姨娘这一出，所以他关注的不多，只知道被挖出来的时候牵连了不少官员。他这也算提前为季君夜清理蛀虫了，他可得好好感谢自己。吃过晚饭，徐彦池往半月阁的方向走，门被打开，徐彦池刚进门，一声惨叫划破天际。侯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自己完了。徐彦池气得七窍生烟，一脚把他踢开。天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金姨娘和二老爷，你们怎么会？闭嘴！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？侯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。半月阁的动静很快就惊动了侯府其他主子，除了老夫人全部到齐，连沈清都来了，脸上的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。徐伟，你要死啊！儿子刚没了，你没有一天伤心，还偷人偷到自己侄子的房里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嫂，还有池儿，你们怎么都在啊？徐彦池已经处于忍耐的极限，胸口不停起伏。够了，
一进门第一天就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，我的后院容不下这样的人。侯爷，金姨娘刚进门，说是就传出了什么？侯爷的名声恐怕不太好听。那夫人的意思是该要怎么办？夫人，徐燕池没事吧？沈清只当他是在抽风。不如就将错就错，反正纳个妾也没怎么大张旗鼓，闹得人尽皆知。不行，侯爷的姨娘，侯爷做主就是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既然这里不需要我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反正到了明天，这个恶心徐燕池不受也得受。戏都看完了，他还留下来干什么？徐燕池心里隐隐有些后悔，早知道不该太快地驳了他的面子。夜深了，二房却是鸡飞狗跳，因为他们的老爷和夫人打了起来。城南的一个小巷子。谁呀？老人家，如果给你一个为自己女儿伸冤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翌日清晨，刚下过大雨，早上的雾气还没完全散去，应天府门口的大鼓已经被敲响。哎，老人家呢？这件事儿不是本官不管啊。大人，草民这次要证据。老人家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将状纸高举过头顶。草民要告富商金家强抢民女，强行掳走草民的女儿。荆州让人把状纸收上来，看过之后勃然大怒，一拍惊堂木。岂有此理！来人，去状纸上说的地方查证，若情况属实，即刻将金家涉案人员捉拿归案。沈清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，便将人都遣了下去，自己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。其实他还有很多报复徐家和金宝的方式，他却偏偏选择了最低劣的一种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本来就是从地府里爬回来找他们索命的呀。正想着，竹星从外面跑进来。小姐，应天府的人已经把小院给抄了，证据也都送到其他人的手里了。金家被抄了，随之被抄的还有好几户大户人家，因那本账本入狱的更是数不胜数。金宝被送进二房的第二天，徐伟也被金无畏带走了。葛氏接连遭逢大祸，竟是两眼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徐燕池今日不当值，知道二叔被关进了诏狱，也是一阵后悔。但是重来一次，他还是会这么做。作为补偿，他会尽力把二叔给救出来。阿婶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几天一直在托人打听，但是诏狱不是一般的地方，急不来。我已经让人打点，让二叔少受些罪了。沈清听着心里连连冷笑，哼，不答应金宝进门，那他现在的锦衣玉食哪里来的？他5成兵马司的风光又是从哪里来？现在金家可能会牵连到他，他又后悔让金宝进门。哼，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还真是让他给玩明白了。是儿媳妇儿，二婶求你帮忙想想办法。二婶这话说的，诏狱直属陛下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们护国公府战功赫赫，又有丹书铁券，你怎么会没有办法？咱们家现在只能靠你了，你不能不管呀。沈清眼下眼底的嫌恶，徐伟什么人，也配跟他护国公府相提并论，也配让他用祖父父亲的荣光替他求情。丹书铁券3年前就已用过，别说是二叔，就算是被关在诏狱的是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呦，侄儿媳妇，你也想想办法。就算没有丹书铁券，你托人打点一二也是好的呀。终归是一家人，你总不能看着你二叔身陷囹圄，生死不知吧？是啊。徐燕池也接枪，他还有话没说出来。依陛下对沈清的宠爱，他想救个人还不是说几句话的事。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我知道了，会托人打听消息的。母亲和二婶放心，我既是徐家的媳妇儿，肯定是要为徐家打算。但是护国公府的情况，母亲和二婶也知道。等我母亲100年之后，陛下便会收回到国公府，我和母亲空有名头，实际上根本说不上什么话。二婶也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沈清刚出仁寿堂不远。小姐，咱们真的要托人打听二爷的消息吗？为什么不打听？他亲手将人送进去，怎么能不告诉这些人徐伟的惨状呢？费心做的局没有让想看的人看到，岂不是白费心思？去吧，让人好好打听，务必将二叔的事情事无巨细的传回来。沈清眯了眯眼，徐伟只不过是个开始，接下来他会将徐家人一个个推入地狱。沈清，你等等。沈清听出了是谁的声音，当即就将步子放得更快了。侯爷这是要做什么？我今日且不与你计较，我有话要跟夫人说，让开。迎秀可不让，
小姐还怀着孩子呢，要是侯爷又整什么幺蛾子伤到小姐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放肆！你一个丫鬟竟然敢拦我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拉下去！住手！侯爷追上我，就是为了要拿我的丫鬟撒气。我有话跟你说，他拦着不放，我还处置不得了。银秀是我的贴身丫鬟，她做什么都是我授意的。侯爷要不要连我也一起处置？正好，我看那和离书就不错，不如侯爷写封和离书，我即刻带着他们走，不在这里碍着侯爷的眼。你想都别想，我不会和离的。没意思。沈清转身就要走，又不给他和离书，他还在这做什么？沈清，我们好好谈谈行不行？我已经答应了二婶，会帮忙打听二叔的情况。侯爷要是为了这件事情找我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当然，要是其他事，也没什么好谈的。沈清，你明知道。我明知道什么？徐彦池要是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他和季君夜的事说出来，那他也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反正他已经决定要撕破脸了。你要怎样才能帮忙？我不是已经答应了二婶了吗？侯爷还想让我做什么？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还打听什么？只要季君夜一句话，什么人放不出来？侯爷想让我去求人，那总得要给点好处吧。我沈清也不是什么低贱的人，说任人差遣就任人差遣，说求人就求人的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记得咱们家在阜阳郡有一个茶园。你想要阜阳郡的茶园？徐彦池又惊又怒。阜阳郡的茶园可是侯府最大的收入来源，一年给侯府入账至少3万两。沈清这是狮子大开口。条件我已经开了，要不要答应，那就是侯爷的事了。沈清说完就走了，留下徐彦池一个人站在原地。沈清怎么会突然想要阜阳郡的茶园？难道他知道了什么？阜阳郡是景王的封地，前世在这个茶园里挖出了银矿，徐彦池就是用茶园和银矿作为投名状向景王投诚的。现在距离发现银矿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可不能便宜了徐彦池，这个茶园他志在必得。沈清回去之后吃了药，想了想，又提笔给季君夜写了封信。御书房里，季君夜看着人送来的信，脸上浮现了几抹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笑意。真是越来越大胆了，一封一封的信都是来指使朕给他做事的。女子除了麻烦自己的夫君，还能麻烦谁呀？沈姑娘愿意麻烦陛下，说明她已经把陛下当成自己人了。陛下，您看那广平侯现在连沈姑娘的院门都进不去。哼，老东西，就你知道的多。谢陛下夸奖。季君夜摆手让李全把追云叫来，心里却是忍不住想，既然他已经这么离不开朕了，那就勉为其难把事情办得更好些，让他再高兴高兴吧。金无畏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，追云正是金无畏的首领。于是追云就被下了命令，让他们好好招呼招呼徐渭，只要留一条命就行。追云看着他们平时不苟言笑的陛下笑得一脸瘆人，心里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。他们陛下不会是不满自己情夫的身份，恨上了广平侯，所以才想找借口折磨徐家的人吧？刺客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他这下属是怎么了？在他面前竟然在发呆？追云立刻回神。还在查，但是已经有眉目了。初步判断是从江南过来的。剩下的他就没说了。江南那里住着谁，陛下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这5年，他们也不曾放松过对景王和太后的监视。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景王整日吟诗作对，遛猫逗狗，一副闲散王爷的做派。实际上如何，那可就不得而知了。江南，他这是在提醒朕呢。说起来，朕那弟弟已经有5年没回京了吧？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传旨，今年年底召景王回京述职。季君夜轻叩桌面。既然他们这么想死，即日起放松对云台山那边的监视。他不是想传消息吗？让他传。是。那个他只能是太后了。太后也是作，这么多年了还不老实，每年都闹着要景王回京来看他。他不会以为景王在封地养精蓄锐多年，就有跟陛下抗争的实力了吧？沈清很容易就打听到了徐伟的情况，听到徐伟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葛氏更是几乎哭晕过去。他倒不是哭徐伟，哭的是他自己的命运。散了之后，老夫人把徐彦池留了下来。听说
你要把阜阳郡的茶园交给沈清打理。她是我的夫人，给她打理也不算是给了外人。你知道就好。外面的流言传得不像样子，护国公府的影响力你也看到了。无论你喜不喜欢她，在外人面前总要做个好样子。儿子知道了。徐彦池躬身离开，出去之后深吸了一口气，疲态尽显。去把茶园的地契拿来，送去卓英院。算了，我亲自去一趟。卓英院，沈清刚吃过早饭，正靠在榻上看书。最近莹秀给他新淘的画本子，叫《臣妻娇软，惹上暴君逃不掉》，写的是一个高官为了攀附权贵，将自己的妻子送给了暴君，只为换得一个锦绣前程。沈清正看到女主角怀孕了，却因为身份原因不敢告诉暴君，处处隐瞒，但还是被暴君知道了，以为他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你不想生朕的孩子，你还想生谁的？他的吗？今日开始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在这阳台。若是孩子有任何一点闪失，朕就在你面前一刀一刀剐了他，让你亲眼看着他惨死。这时玉枕进来禀报，小姐，侯爷来了，说来给小姐送东西，让他把东西留下就行。是，小姐。这画本你是在哪儿买的？啊，不是奴婢买的，是焦路上次让人送来给小姐解闷的。那边还有一大筐呢，都是农云在整理。小姐，这画本是有什么不妥吗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小姐，这画本上写的不正是小姐还有陛下吗？还有那高官，不就是侯爷？你去外面打听打听，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顺便打听一下，这个叫狂野书生的是何人？莹秀不理解，只能照做。玉枕也从外面回来了。小姐，他说要亲手交给小姐，小姐若是不见他，他就不给地契。那就让他进来吧。没多久，徐彦池就过来了。一进门，徐彦池就闻到了一股药味儿。你病了，怎么不让人告诉我？侯爷还是别废话了，地契早点给我，我也好快点帮侯爷办事。沈清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莹秀和竹星一左一右的守着，闻言瞪着徐彦池跟无眼鸡似的。我们？侯爷啊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难道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为什么要求我还能跟以前一样好好做你的夫人？当时是我一时糊涂，我是真心想弥补你的。弥补？你能怎么弥补？侯爷若是能把你后院里的人全部遣散，并且许诺不再纳妾，我就考虑一下，如何？这怎么行？他还有棉儿，还有表妹，怎么可能只守着他一个人？侯爷既然不同意我的条件，那又怎么要求我去同意你的条件呢？我可以承诺以后都不纳妾，但是棉儿她为我生下了慧儿，表妹是母亲做主，我不好违抗，她又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不能辜负了他们。我保证，你是我唯一的妻子，谁也不会撼动你的地位的。徐彦池像是做了什么巨大的取舍，就差指天发誓了。你跟着他也没有名分，他身处那样的位置，也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的。你也配跟他相提并论？他现在能给我想要的一切，你能吗？你连2个妾室都舍不得遣散，你口口声声说让我离开他，选择你，但你今日站在这儿，不正是让我替你去求他吗？我有今日不是全拜你所赐吗？徐彦池啊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提他？东西留下，你可以滚了。沈清，竹星，别赶我，我走。徐彦池还想靠近，但是看了一眼竹星，还是屈辱的拂袖退了出去。当天，一封信又从卓英院送出，进了御书房。季君夜回复得很快，你亲自去一趟侯爷那里，去回个话。竹星立刻就明白了沈清的用意，高兴地服了一礼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彼时徐彦池正在外面陪陆眠吃饭，这几天事多，他已经好几天没好好陪眠儿了。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，阿成突然进来，在徐彦池耳边低语了几句。徐彦池顷刻就变了脸色。陛下说了，让小姐去求亲可以，但是侯爷自己也得表示表示，就亲自送小姐过去，以示诚心吧。竹星看着赶回来的徐彦池，笑意盈盈地说道。徐彦池脸上的表情寸寸皲裂。陛下真是这么说的？奴婢岂敢假传圣旨？圣旨2个字又给徐彦池狠狠补了一刀，插得他鲜血淋漓。回去之后就跟沈清学。小姐，你是不知道徐彦池的表情有多精彩，那叫一个五彩斑斓的黑。小姐，侯爷会愿意吗？把自己的妻子亲手送给别的男人，是个男人都接受不了吧？他会的。
说是不去，茶园不就是白给了吗？咱们这位侯爷人不怎么样，但可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。沈清猜的没错，没过几天，徐彦池就让人来传话，说是同意了。徐彦池心里一直就不舒服，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沈清已经越来越能勾起他的情绪了。他之前一心觉得沈清占了绵儿的位置，但是现在沈清自请下堂，他却一点儿也不想他离开。正在纠结的时候，徐彦池突然听到一阵骚动。怎么回事？侯爷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就是个画本子。什么画本子？拿来给我看看。阿成没办法，只好把画本子呈了上去。徐彦池看到封面，晨曦娇软，惹上暴君逃不掉，心里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越看下去越是心惊。徐彦池气得浑身颤抖，砰的一声将画本子扔了出去。放肆！这哪来的？阿成连忙跪下。今日府里面有人在看，从底下人手里收上来的。听说这是最近京城最畅销的画本之一，简直荒唐！给我去查，凡是京城卖这个画本子的书肆，全部封了。是侯爷。京城最大的文昌书肆。公子，最近广平侯在查封民间画本子，咱们还卖吗？卖啊，怎么不卖？你看看，这才多久就已经赚了这么多了，有钱不赚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再说了，他查他的，咱们卖咱们的，他又查不了咱们。去，把刚抄好的第二册放上去。老板听他这么说，也就放心了。他也不舍得放弃这么赚钱的好东西，这书才出不到半个月，就卖出去了上千册。如今这第二册一出，恐怕都得卖断货。果然，第二册一上就被一抢而空。书肆老板可是赚了个盆满钵满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们去查封了吗？侯爷，不是咱们不用心，这种东西是查不尽的，而且那文昌书肆不是一般的书肆，咱们的人没权查封。说不好听点，他们侯爷那么点许可权，能查封的也就是最底层的一些来源，根本没什么大用。徐彦池意识到后，差点气吐血。很快就到了约定的日子，这日天将擦黑，徐彦池就去卓英院外等着了。沈清则是不紧不慢地梳妆好才出门。徐彦池本来就心里不是滋味，看到沈清打扮的光彩照人，心里更是复杂。他去见季君夜，就如此开心吗？走吧，侯爷。徐彦池自嘲地握紧了拳头。今天晚上，他将亲自将自己的妻子送给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，就像那画本子里写的一样。门口停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，徐彦池正要跟着上去，却被竹星拦了下来。主子的意思是，侯爷送小姐过去。既然是送，侯爷也上马车，还是不成体统吧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难道要他走着去不成？侯爷不是喜欢跟着吗？能做一次，自然能做第二次。侯爷只好习惯习惯，以后这样的机会还是不少呢。竹星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劈在徐彦池头顶，徐彦池脸色惨白。那一次，他们一早就知道他在后面跟着，那他还能一直跟到小院，甚至看到的那一幕都是陛下故意让他看见的。陛下竟然对沈清动了真心思。侯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快走吧，迟了可不好。我该……不过换个角度想想，要不是侯爷作死，他们陛下怎么有机会呢？徐彦池看着竹星手里的缰绳，最终一咬牙，屈辱且麻木地接了过去。马车陆路行驶，徐彦池浑浑噩噩地往前走。他出生在金银窝里，从小锦衣玉食，从来没给人牵过马驾过车。如今头一遭，竟然是这样的境地。沈清坐在里面，嗤笑地摇了摇头，让徐彦池给他牵马车，也亏竹星想得出来。季君夜那样的人，应该是不屑在这里为难徐彦池，但是他还真想差了，这还真是季君夜特地让竹星这么做的。徐彦池觉得这条路比他的人生还漫长，明明夏日的暑气还没完全消去，他却走出了一身的凉意。从天将擦黑一直走到黑透，就在徐彦池双腿都要麻木之时，终于到了地方。臣广平侯徐彦池参见陛下。沈清也愣住了，嘴角直抽抽，正想着要不也行个礼意思一下。愣着做什么？过来。沈清冲他眨了眨眼睛，款款走过去，在他耳边似是不经意的小声问道：陛下今日怎的穿成这样？礼全挑的。原来如此，打扮的比他还隆重。
要不是知道李全平时给他挑的衣服是什么风格，他还真信了。季君夜脸上微微有些发热，其实这是他来之前特意挑了好久的。沈清嘴角的笑意总让他感觉他好像知道了什么。他丢了书到一边，一把把沈清捞过来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，好像才看到徐燕池一般。广平侯护送得很好，若非是爱卿，朕今日恐怕没有这么容易见到青青。青青，陛下言重，臣不敢。季君夜一只手隔着衣料浅浅摩挲着沈清的腰身，那神情姿态像极了一个昏君。别乱动。另一只手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轻轻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，他只好别过脸去，不敢再动。眼角的余光瞥见季君夜丢的书，沈清身子一僵。季君夜手里怎么也有那本画本子？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了徐燕池的眼睛，无论是他们旁若无人的亲昵，还是沈清娇羞的小女儿情态，都是他未曾见过的。你今日来是为替罪人徐伟求情？是。徐伟同亲家买卖人口，逼良为娼，按照律法足以判死刑。朕记得爱卿曾在大理寺任职多年，不会不记得律法吧？大理寺，这也是徐燕池的一个痛点。他辛辛苦苦熬了许久，还没等升职，只因陛下一句话，他先前好几年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金家及背后主谋罪不容诛，但臣这二叔只是一个酒囊饭袋，臣相信他绝没有这样的能力作为主谋。广平侯府更是兢兢业业，不曾有半分不臣之心，求陛下明鉴。他不仅是要救二叔，更是要把整个广平侯府给摘出去。哦，那朕怎么听说你前不久刚纳了金家女做妾，金家还给了你们不少孝敬？那是谣传，金宝是陈二叔的妾室，臣也不知怎的就传承的是臣的妾室。臣后院人数不少，短时间内并没有再纳妾的意思。至于那些银子，俱是金家给女儿的嫁妆，全部都记录在册，臣未曾贪墨分毫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正是。看在今日爱卿立了功的份上，朕就勉为其难给你一个机会。但是徐伟的罪不能没有人赎，既然爱卿求情，那就替徐伟再次跪上一夜，为其赎罪吧。陛下，这怎么，爱卿不愿？季君夜双眸微眯，即便动作未曾有任何改变，但气势却是天翻地覆。臣谢主隆恩。沈清嘲讽地扯了扯嘴角，跪一夜换徐伟一条命和陛下打消对徐家的猜忌。徐燕池不去当商人真是可惜了呀。沈清这个角度刚好能看见季君夜的完美的下颌线，他不禁有些失神。原来他轻飘飘的就掌握旁人的生杀大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怎么，看着他跪在你面前心疼了？沈清一回神就对上了季君夜戏谑的目光，明明听起来是调侃的语气，但沈清却觉得腰间的手在收紧，仿佛他只要敢说是，他就能把他的腰掐断。怎么会？我那是爽啊！距离上次季君夜已经有半个多月没见他了，这一眼抻得他心都酥了，当即把沈清打横抱了起来。季君夜用脚关上门，当即就将沈清抵在门上亲吻起来。你在江南少见雪，我在京城无言语。又看一年风雪落满地，秋去冬来未有期，漫漫人间不见你，何时才能与你再相遇？可惜京城的雪，它落不到江南，那片片相思又有谁在看？可惜江南的雨也翻不过千山，让你我之间只留下遗憾。少见雪，我在京城无言语。又看一年风雪落满地，秋去冬来未有期，漫漫。沈清因为缺水渴醒的时候，季君夜还在旁边看画本。喝水。说话的时间，他已经丢下了手里的书，倒了温水喂到他嘴边。
想不到陛下日理万机，还有时间看这种东西。这书封上没有名字，青青怎么知道是画本？青青只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，莫非是也看过？我闲来无事，打发时间怎么了？沈清有一瞬间的理亏，但很快又理直气壮。倒是陛下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怎么还看这种淫词艳曲的画本子？朕觉得没什么不好的，至少青青就很喜欢。沈清一眼就知道他说的喜欢是哪个喜欢，当即恼羞成怒，夺过他手里的画本子扔到地上，将画本子上的淫词艳曲奉为圭臬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。季君夜知道他为什么生气，眨了眨眼，将他捞进怀里，从背后抱着。朕这叫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什么不耻下问？他就是好色。陛下准备怎么处置徐伟？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他语气随意，一副朕就是昏君的表情。沈清假装没看懂。我想让他流放西北之地2000里。徐伟跟你有仇？他之前喝醉了，想对我图谋不轨。杀了吧。不行，若是直接杀了，我今晚不就白来了？对上季君夜危险的双眸的时候，沈清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大意，他怎么在季君夜面前越来越随意了？他讪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季君夜都快气笑了，他在他眼里就这一个作用是吗？沈清下意识就想跑，但没跑多远就被拽着脚踝拉了回来。后半夜他才知道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。夜色鸳鸯戏在雨中那思密，谁想是你故里对着的，我把门若是谁请进你能为我有。终于门开了。徐伟死罪可免，你可以滚了。徐燕池身躯摇摇欲坠，此刻却直直地看着站在走廊上脸上带着不知名的艳足的季君夜，双眸通红。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朕就是针对你徐家，针对你徐燕池又如何？谁叫你抢了朕的人，还将他弃如敝屣？朕放在心尖上的人却被你如此对待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季君夜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神色淡漠，看徐燕池如同看着一只蝼蚁。朕从前留着徐家是不想让他伤心，现在留着徐家是想让他亲自动手，所以你还有欺辱过他的人，最好洗干净脖子，乖乖等着。就因为我娶了她。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才对，就算我不娶她也会有旁人，若娶她的是旁人，你们也不一定会有今日。错了，无论谁娶她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徐燕池瞳孔巨震，后背的汗毛好像都立了起来。他的意思是，无论谁娶了沈清，他都会把人抢走。你真是个疯子！他知道你是这么可怕的一个人吗？你就不怕他恨你？季君夜眸光平静，声线也一样的平静，与眼红低吼的徐燕池一对比，高下立见。可他现在恨的是你。恨的是他。是啊，他恨的是他，他才是那个小丑。徐燕池如遭雷劈，闻言又喷出一口血，身子再也支撑不住，两眼一翻倒了下去。送回去，别死在这儿，污了他的眼。季君夜一转身，就看到沈清穿着单衣站在门口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看不出来在想什么。季君夜的心底飞快划过一抹慌乱，他竟然头一次生出了惧意，害怕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疯子，会因此想要逃离他。虽然他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听到了多少？听了个大概。季君夜拉着他在床边坐下，手轻抚上他的脸颊，十分爱怜地摩挲着，像是对待一件绝世珍宝。不恨朕？沈清怔了一瞬，随即摇头。不恨，恨是没有结果的。其实上辈子他已经恨过了，试过没有结果，所以不恨了。徐燕池哪里都不如朕。他哪里都不如陛下。早膳想吃什么？陛下今日不用处理政务。不用，今日多陪你一会儿。我不用陪，陛下去忙吧。季君夜看了他一眼，意思不言而喻。他需要陪？说起来，季君夜都觉得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，搞得都快比他这个一国之君还要忙了。他想见他，还得提前问他有没有时间。他是没说，他要是说，沈清肯定该反驳了。他哪有很忙，
明明是他要见面太频繁了。所以说，男人太粘人也不好。吃完饭，沈清就看见季君夜又拿起那本画本看了起来，看厚度应当快看完了。沈清的心微微提了起来，状若无意地说道：“也不知写这画本子的究竟是何人，竟能得陛下如此喜欢。”内容倒是有几分新意，只是遣词造句过于艳俗，可见狂野书生此人心思活络，但实际上却是个轻浮之人。也不知道是谁学习的那么认真，还非要一个个实践。这个狂野书生藏得深，书如此大卖，既然一次也没露过面，这已经让底下的人去留意了。季君夜怎么可能看不出这画本是影射他们两个的？这写画本的人生怕他看不出来。那陛下对这画本子里的男女主人公是怎么看的呢？他不好直接问季君夜有没有看到女主角怀孕了，万一季君夜没多想，那他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过于自傲，看不清形势，明明许多事情说出口就能解决，搞得都跟没张嘴一样。就像最后女主人公怀了孩子，既然唯独瞒着孩子的父亲，他最亲近的人，说是孩子因此出了事该如何？那若是孩子的父亲不想留下孩子，母亲为了保护孩子选择隐瞒也无可厚非。既是孩子的父亲，那孩子也是他亲子，与心爱之人生的孩子，为何不想留下？可是上辈子你不也亲手放弃了我们的孩子吗？画本子上的东西都是杜撰的，陛下怎么还跟我较起真来了？沈清说话的时候手心都沁出了细汗，努力保持着才不让自己的异样被他看出来。季君夜觉得他有些不对劲。很多时候戏剧性的东西都来自生活，若无现实对照，画本的作者又是哪里来的那么多天马行空？陛下说的是。小姐，景阳公主给小姐下了帖子，吃了午饭约小姐去跑马。沈清如蒙大赦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公主来找我，我总不好连面都不露。季君夜有些不满，刚要说你身子不好，跑什么马？追云的声音也传了过来，说宫里还有些事情需要他处理。事务只会越堆积越多，陛下快些回去吧。季君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和沈清好不容易得来的独处时间没有了。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是时候该给景阳找个驸马了。下午，沈清准时赴了季青书的约。沈姐姐，距离七夕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你竟然一次也没来找我玩。府里有些事情就耽搁了。我以前只知道大户人家有些不为人知的癖好，没想到他们竟然玩得这么花，连幼童幼女都不放过。沈姐姐，你夫君应该不会吧？当然没有。沈清哭笑不得。徐燕池在外面的风评已经往变态的方向了吗？没有就好，不是我恶意揣测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那样的二叔，难怪广平侯能做出宠一个万世灭妻的事情来。沈姐姐，要不你跟他和离吧？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好留恋的？我去跟我皇兄说，皇兄最近对我可好了，我开口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和离哪里是那么容易的？他若执意不同意，就算是陛下也不好强拆了一桩婚事。他不是心里只有那个万世吗？怎么还不愿意？可能男人就是这样吧，哼，明知是鸡肋却又不肯放手，既要又要，贪得无厌。唉，男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，我还是不要找驸马了，免得遇到一个这样的男人。公主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。说话间，两人已经走到了马场，玩到太阳快西沉，两人才一同坐上返程的马车。徐燕池回去之后就大病了一场，一直发高烧，昏迷不醒，嘴里还说着胡话，把江禅急得团团转。徐伟也被送了回来，但也只剩一口气了。原本好好的徐成辉也病了，广平侯府除了沈清的卓英院，都是一片愁云惨淡。小姐，你怎么不跟陛下进言？难道就这么饶了二老爷吗？你这丫头，当你家小姐是进谗言的不成？迎秀才不知道呢，这个结果就是他专门吹枕头风吹来的，直接死太便宜他了。徐伟被送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就醒了，却是对什么都恐惧得很。陛下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可是又是一阵哭爹喊娘。徐伟永远忘不了那天夜里，周遭都是刑具，他们的陛下一袭黑衣，俊美如妖孽，一边看着他的血顺着破烂衣摆一滴一滴落下，一边露出嗜血的笑容。血珠溅在他脸上，他也不擦，而是任由他干涸，如同黄泉路边的曼珠沙华缓缓绽放。他也永远忘不了他在他耳边说的话：你这种烂人居然也配觊觎他。喜欢喝酒，朕这里倒是有上好的陈酿，
不如将你挖了双目，削去四肢，再毒哑嗓子，浸泡在缸里749日，醉梦生死，生死不知，如何？本来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但怎么办？你要是死了，他会不高兴朕擅自动手。徐伟直接就吓尿了，还没等松一口气，刑具直接穿进了他的身体，带出一片模糊的血肉。但是朕还是不想就这么放过你。徐伟直到那一日才知道季君夜的残暴之名是何时得来，可他宁愿自己从来都不知道。京城又是一阵腥风血雨，此次除金家之外，牵连涉事的官宦人家不下10余家，凡是在账本上的一个也没能跑得掉。徐彦池病得糊涂的时候，沈清也碍于身份去看过一次，看了一眼就走了，转身让人把徐彦池和徐成辉都生病了的消息传到陆眠那边去。这日，陆眠失魂落魄地回到桐花巷，姑娘让打听的玉佩终于有着落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当铺在哪儿？现在就带我去。元盛当铺。哎呦，姑娘，我看你这玉佩上的图案像是沈家的图腾啊。沈家？哪个沈家？哈哈，京城还能有几个沈家？自然是护国公府沈家了。护国公府？他竟然是护国公府的孩子。那沈清是谁？多谢了。姑娘，我还没确认呢，你可不能跟人说是我说的。陆眠脸上浮现一抹幸福之色，燕池哥哥要是知道他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再说季君夜，他回去之后总觉得沈清的态度不大对劲，再回想话本上写的，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就让人把秦野叫了过来。他的身体情况如何？你叫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是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呢，结果第一句话就是问你那心上人。哎呀，快说，你先让我喝口水行不行啊？走了一路我早渴了。秦野根本不客气，也不等人给他倒茶，自己端起御书房的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干了，抹了抹嘴说道：毒性呢已经在压制了，就是还得一直吃药。怎么还得一直吃药？秦野差点想翻个白眼。你体内的毒有多棘手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但他不能说呀。我尊贵的皇帝陛下，这俗话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更何况是解毒呢？那总得循序渐进，对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我给他开的药啊都是温补的，对，不仅无害，还有益呢。秦野说着，从袖子口袋里拿出一个小药瓶递过去。这个呢是我最新研制出来的药，吃着。季君夜倒出一颗塞进嘴里，苦涩的味道即刻在嘴里蔓延开。怎么样，有效果吗？没有。这没有啊？没有。哎呀，又失败了。这些年他吃过各种各样的药，都没有什么效果。这毒每到夜里都会让他难以入睡，第二天头痛异常，连带着看什么都不爽，只有见血才会让他清醒几分。自从遇见沈清，他才能睡个好觉。没错啊，就是这些药材啊，一定不会错的。我用老鼠做的实验明明都成功了的，一定是你中毒太深，药效发挥不出来。哎呀，要是再不成，那只能去找药人了。药人？啊，这个药人呢，就是用毒药养起来的人，以人为容器，承载万毒，其血啊有大补之效，更能解百毒，用来做药引，能最大的中和激发药效。其骨啊，被称之为药骨，更是集万种精华于一身。据说服之可百毒不侵，长生不老。哪来的什么长生不老？清朝多少皇帝晚年倾尽心血寻仙问药，服用仙丹，最后不都是身体枯竭而死？可见长生之说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，长生自然是不可能的，但药人却是真实存在过的。不过大多数药人呢，都承受不住药力，死于了半途，最后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。说这些干什么？以人养药违背天理伦常，早就被列国全部明令禁止，药人也全部被赶尽杀绝，这世上早就没有药人了。既然没有，那我就再去找找别的方法试试好了。等会儿，什么东西啊？书？正是那本陈期娇软，惹上暴君逃不掉。顿时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，双眸发光地看着季君夜，
哟，你还喜欢看画本呢？真是一点没看出来啊！季君夜竟然喜欢看以他自己为题材的画本。如果秦野是21世纪的人，一定会知道同人文这种东西，这还是同人小 H 文，那他看季君夜的眼神肯定更不一样了。季君夜没说话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你不会是怀疑这画本是我写的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天天为了你的毒啊，忙到半夜，我废寝忘食，我鞠躬尽瘁，哪有时间写这种东西？哦，再说了，我是那块料吗？小时候我娘为了让我读书，鸡毛掸子都抽断了好几根了。不是你就行。秦野见糊弄过去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最后画本的女主角怀孕了。你也想要孩子啊？找我？哎呀，行吧，我回去多努力努力。滚！哎，好嘞。秦野麻溜地滚了。秦野回去的路上心里还在大喘气，幸好他反应快啊，季君夜是真的狗，差点就露馅了。夜里等府里人都睡着了，万籁俱寂，嘿嘿，想不到吧，狂野书生就是他。当年抽断了好几根鸡毛掸子的他出息了。今天写点什么好呢？哦，有了，就写美人利用暴君报复了前夫一家之后，揣着崽抛弃了暴君。哎，季君夜再这么苟下去，心上人也迟早得跑，到时候哭不死的。秦野越想越觉得爽快，这一爽就文思泉涌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奴婢找到小姐要的东西了。真的？慢慢说。奴婢按照小姐的吩咐，去找了二爷生前那会接触的人，还有一些遗物，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，是一张纸。沈清打开，发现上面只写着一个人字。人？什么人？徐彦贤写人做什么？难道徐彦池的书房里藏了个人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徐彦行很有可能是因为发现徐彦池书房里的东西，被徐彦池灭口的。徐彦行可是他的弟弟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也是生活了10几年的亲人，他都能下得去手，还替他选了那么不堪的死法。我要亲自去看看。侯爷现在还在发着高烧，现在确实是最合适的机会，奴婢这就去通知兄弟们做准备。当晚，沈清看着眼前的景象，震惊到一时都忘了呼吸。眼前是一个半人高的铁笼子，里面关着一个衣衫不整的人，瘦骨嶙峋，遍体鳞伤。听到有动静，那人红着眼睛冲到了笼子边，凶狠的眼神恨不得能冲破笼子出来撕了他们。只能依稀看出是个少年的模样。这到底是什么仇，要这么折磨人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此人身上肯定是有大秘密，先把人救出来再说。两人快速出去，在那些人回来之前隐没于夜色之中，处理好善后的工作，沈清才睡去。不想第二天徐彦池就醒了。我睡了几天？5天了。你照顾了我这么久，也该好好休息了。先去休息吧，让阿成过来见我。江禅虽然心有不满，但还是出去让人把阿成叫了进来。侯爷，说这几天都发生了什么事？阿成小心翼翼地把这几天的事情捡着重点地说了。在听到书房的人昨夜被人引走了之后，徐彦池好不容易走回书房，下了密室，看到眼前的景象，又是眼前一黑，重新晕了过去。侯府这几天真是忙得很，徐彦池一病不起，徐伟的身体倒是恢复得快，然后就要被送去流放了。听说离开的那天，金宝哭闹着不肯走，各式威胁他，要是他不走，等徐伟一走就立刻了结了他，反正他娘家也没了，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妾的死活。金宝吓得不行，连忙收拾东西跟着走了。这天季青书邀了沈清去公主府玩，沈清直接被公主府的景象震惊住了。眼前一整个院子都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男子。这些事，皇兄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忽然让人给我送了好多男子的画像来，还非要让我跟随国公府的小公爷相看，今天又给我整这一出，偏偏姑母知道了，还一个劲儿的说皇兄对我的事上心。哎呀！季青书不知缘由，一个劲的跟沈清抱怨，沈清却是知道，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。不就是报复那天季青书把我叫走了吗？幼稚！陛下和大长公主也是想公主身边能有个知心的人。那沈姐姐身边呢？有知心的人吗？没有，我瞧着也不是全部都不可取，公主真的没有一个看上的。还没看呢，没兴趣。沈姐姐陪我一起看看，正好也找2个知心的人。我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沈姐姐只管看只管挑，看上哪个我让人给你送到侯府去，令他徐彦池也不敢说什么。
季君夜到这里的时候，刚好就听见他这一番话，脸当场就黑了下去。公主，陛下来了。李全在一旁使劲提醒。沈清一转眼，正好和一身便装的季君夜对视上。怎么哪里都有他？景阳参见皇兄。陛下听说公主这里热闹，特地来帮公主长长眼。陛下是微服出来的，公主莫要声张。季君夜也没叫他起来，沈清在一旁正准备行礼，不成想膝盖还没弯下去，胳膊就被拖住，接着手就被握住。沈清用力想把手抽出去，但是根本抽不动。这可是在外面。那又如何？季青书半天没听见叫他起来，一抬头，季青书看了看季君夜，又看了看沈清，目光最后落在了他们交握的手上，显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此刻季君夜另一只手一挥，唰的一声，水榭四周的竹席齐刷刷的落了下来，将整个水榭遮了个严严实实。沈清只觉腰间一紧，整个人被他带进怀抱中，接着熟悉的吻就落在了他唇上，一触即离。沈清连忙把他推开，季君夜也不恼，手还牵着沈清的手，睨了季青书一眼。懂了？你们，他的好朋友和他皇兄在一起了，他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他怎么不知道？季君夜却不再管他，而是拉着沈清在他原本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沈清不想理他，他真是越来越不讲究了，竟然在公主面前吻他。乖，别闹。反正水榭里也就他们几个，现在都知情了，沈清索性破罐子破摔了。那陛下又是做什么？景阳不会说出去的。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皇兄，你就别用那种吓人的眼神看我了，行吗？下不为例。陛下到底是来做什么呢？朕再不来，恐怕你就要带2个知心之人回去了。他将知心之人4个字咬得很重。他这个妹妹还真是好得很，他让他挑2个男宠回去，结果他叫沈清来一起看就算了，还让他也挑2个回去。我那不是不知道沈姐姐是皇兄的人吗？你吓着他了，瞧给孩子吓的，现在还不敢起来呢。起来坐吧，以后别带他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是。季青书欲哭无泪，可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都是皇兄给他准备的吗？沈姐姐看不得，他就看得了是吧？季君夜唤了一声李全，没一会儿竹席就被拉起来，几个下人端了个冰剑上来，一打开，里面是一颗颗圆润的果实。是荔枝！皇兄，你竟然给我带了荔枝！哎呦，公主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可是昨个刚从广南800里加急运过来的，陛下都没来得及吃，知道公主喜欢，特地给公主带了些来。季青书已经迫不及待地剥开一个放进嘴里，鲜甜的汁水顿时盈满了口腔，他幸福地眯起了眼睛。皇兄果然还是爱他的。这时传来一阵悠扬的琴声，一下子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。沈清还在愣神的功夫，眼前已经多了一只白玉盘，季青书顿时觉得嘴里的荔枝不香了。谁能想到他皇兄伺候起人来这么上道啊？那宠溺的眼神，他都怀疑要不是还有别人在，皇兄都能喂沈姐姐嘴里。公主也吃。谢谢皇嫂。沈清差点又被呛到。季君夜向他投去了一个赞赏的眼神，季青书就知道他叫对了。有美一人，清扬惋惜，邂逅相遇，是我愿期。好琴声，这是在表露心迹。一曲毕，那人竟抱着琴朝着水榭过来了。参见公主。这位公子，你琴虽然弹得很好，人也长得不错，但确实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挂，所以表白心意什么的还是算了吧。公主误会了，在下只是个乐人，身份低微，不敢笑想公主。此曲乃是献给这位美丽的小姐。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沈清的方向。你是不是看错人了？我已经嫁人了。嫁了人又如何？方才在下不小心听得公主与小姐之言，小姐既然所托并非良人，那她也不该要求小姐守着才是。此琴名为绿绮，乃是司马相如和发西卓文君定情之物。在下不求名分，愿跟随在小姐身边，为小姐解闷。他每说一句，季君夜的脸色就黑一分，伴随着咔嚓一声，
手里的杯子都断成了2截。他也不是你能肖想的。季君夜直接将沈清拉到了自己身边。这位兄台，你既然已经成了公主的人了，不应该如此得陇望蜀，怎的还与在下竞争起来？有了上七夕的事情，季君夜这次找的都是身份低的，这也就导致没有人认识他。他莫名有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感觉。季青书莫名觉得后背发凉，两股战都快要哭了。皇兄，皇兄，那人傻眼了，公主她是不会认错的，公主的皇兄那不就是……季君夜直接将沈清拉起来就走，撂下一句话：你自己看着办，要是今日还是选不出来，朕明日就跟你和百里义赐婚。百里义就是随国公府的小公爷。除了他，季青书心道完了，他原本还以为能蒙混过关呢，这一下是不选也不行了。方才向沈清自荐枕席的那人也觉得自己完了。沈清的马车离得不远，季君夜直接将他塞了进去，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。原本宽敞的马车瞬间就逼仄起来。朕怎么不知道清新原来这么受欢迎？我也不想呢。早知道会遇到季君夜，他今天打死都不出门。季君夜将他堵在马车角落，大掌抚过他的脸颊，语气轻柔，却让沈清无端觉得战栗。真想把清新永远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人看到。沈清最后是好不容易才从季君夜手底下逃脱的，好话简直要说尽了，才让他打消了把他藏起来的想法。要把他关起来金屋藏娇什么的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劳夫人久等，夫人可是来看病人的？正是。夫人随我来，我给他扎了针，他现在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，他不是个正常人。什么？他体内有不下几十种药和毒，这些药和毒在他体内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，就算是我也不能随意用药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使人丧命。药人。听完他的解释，沈清的脸色也沉重了起来。人我先放在这儿，这段时间有劳孟大夫照料他，若是有什么尽管让人过来找我。夫人不必客气，人是我自己愿意接的。孟寒庆取出一块玉佩交给沈清。这玉佩怎么这么像沈家的？但从图案做工来说，应该不是嫡系的，那应该是某一只旁系。这一趟倒也不算白来。回去之后，沈清就让焦露去查玉佩的来历。同花巷，事情打听的怎么样了？姑娘，都打听清楚了。护国公夫人的生辰就在8月初9，这一天她会一整天都在大相国寺祈福。那就好，这一次事关我的一生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日子转眼就到了姜氏的生辰。沈清这次回来带的还是银绣和竹星，还给姜氏带了一筐荔枝，其实是季君夜看他喜欢吃，回去之后让人给他送了2大筐。季君夜两时对他还真没小气过，什么东西只要他想要，就算不说出口，要不了几天也会出现在他眼前。大相国寺是前朝就存在的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是常年香火不断。祖父、父亲，青儿来看你们了。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我并不是沈家的孩子。你们若是知道，还会认我吗？不管我是不是沈家的孩子，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好母亲，维护好沈家的荣耀。钟离呀，你在天上可一定要保佑咱们的孩子，保佑他能顺顺遂遂的。仲礼正是护国公，也就是沈清父亲的字。与此同时，大相国寺后山，陛下，接头的人已经全部抓获，死了2个，还有1个活口，带回去。是。这时，一名金吾卫拎着一个人过来，走近之后将人扔在了地上。在附近发现一个闲杂人等，请陛下示下。杀了吧。陛下，别杀我，陛下！地上的人正是被送进了湾月庵的银芷。陛下，我是银芷啊，我不是闲杂人等。七夕在马场的时候，陛下还让人跟上的，陛下您忘了吗？陛下，有人要杀我，贵妃她要杀了我，你救救我！跟朕何事？他早就不记得他是谁，贵妃要杀谁更跟他无关。动手干什么？今日的事不能向外泄露半个字，还不处理了？是，属下该死，这就去处理了。银芷一边挣扎一边大喊：陛下，别杀我！我知道沈清的秘密，沈清有事情瞒着你，他对你也不是真心的。行了，什么沈清？你就是叫大罗神仙也没用。带他过来。银芷看到了生的希望，连忙跑过去。陛下，我知道沈清的秘密，还没说完，他就被掐着脖子提了起来。一瞬间，
好像所有的声音都被隐藏不见，耳朵里只剩缺氧时的耳鸣声。但他还是听见了季君夜的声音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诋毁他的？我说的是真的，陛下还不知道，沈清她怀孕了。季君夜瞳孔一缩，将人甩了出去。你说什么？空气的大量涌入让银芷眼前发黑，他现在只能凭借本能大口的呼吸。说。银芷生理性的眼泪都出来了。他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不是陛下的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瞒着你？他对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。够了，真日跟他在一起，对他的事情难道还没有你了解？你说她怀孕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银芷笑了，配上他现在的脸色，狰狞的跟个鬼一样。我姨娘有孕时不敢让大夫人知道，每次出门都会小心看护肚子。陛下也可以回想一下，她是不是惧怕看大夫？若不是心里有鬼，怎么会不敢呢？带回去。银芷心中大喜，正庆幸于自己不用死了，却已经被堵住嘴拖走。沈清还不知道自己的马甲已经岌岌可危。下午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竟然淅淅沥沥下起了雨。咱们快下赶路吧，若是晚些时候雨下大了，城门落了锁就麻烦了。这段不好走，夫人、小姐，坐稳了。刚说完，马车却突然停了下来，把沈清和江氏都吓了一跳。小姐，咱们前面那辆马车坏了，把路给堵住了。去看看。哪这么巧的事？早不坏晚不坏，正好就坏在他们前头了。这位姐姐，我的马车坏了，现在从城里叫人恐怕是赶不上城门落锁的时间，不知姐姐能否载我一程？陆眠，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认识，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呢？陆眠撑着伞，眼底划过一抹不甘。笑吧，沈清，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谁呀？青儿，你认识的人？母亲，他就是。夫人，我只是想问问夫人和姐姐能不能载我一程。管家，给这位姑娘安排间客房。啊，客房？是啊，家族血脉流落在外是大事，我一会儿就去给各族老去信，请他们3日之后来鉴定。母亲想让她住在哪儿？江氏本想说自然是住她的女儿该住的院子，但是才想起来府里唯一一个小姐的院子就是沈清的卓英院，便改了口。住我的院子吧。陆眠站在江氏后面，低着头，眼底划过一抹愤恨。沈清竟然让他住客房，江氏当即高兴地带着他回自己的院子，让人收拾房间了。这一夜有多少人都睡不着。秦野原本睡得正香，突然一阵头晕目眩，迷迷糊糊感觉自己被人扛在肩上。等他彻底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被丢在御书房的地上了。御书房里的人早就下去了，现在就他们2个人。秦野莫名觉得气压有点低，但他还是笑着打哈哈道：这大晚上的，你就算是有事找我，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。这我晚上吃的饭都要吐出来了。少废话，这些是什么？季君夜将桌子上的纸扔到他面前，秦野捡起来一看，心里顿时一个咯噔。沈清马甲掉了。你给我看这些做什么呀？还有这画本，你上次不是已经问过我了吗？我都说了不是。人在慌张的时候总是会顾左右而言他，但是秦野还没编完，脚下又落下一个药包，药包直接破了，里面的药渣散落了一地，可见扔的人有多生气。季君夜冷笑：那这些药你又怎么解释？朕若是不查，还真不会想到，好好的解毒药竟然都是安胎药。他胡闹，你也跟他一起？秦野心知道这个份上了，也瞒不下去了，只好说道：我答应了他瞒着你，你自己去问他吧。不说。话音落下，追云凶神恶煞的从外面进来。等秦野看清他手里的东西，顿时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哎，别！我说还不行吗？你松开！那些可都是我的小宝贝啊，我的命根子啊！在自己研究多年的成果面前，秦野还是放弃了挣扎。你要是给我弄坏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再不说，他们现在就完了。哎，听我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能是为什么呀？
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不清楚吗？你根本就不适合有孩子，这个孩子他要留下来，肯定是怕你不要呗。依着你的性子，你要是铁了心的不想要，那这个孩子他还能留得住？荒唐！他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会不想要？季君夜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你不是说那毒性霸道，很难有子嗣吗？你也说了是很难，不是绝育。这个孩子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但他应该是早就知道了，至少我给他把脉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。那他中毒是真的。我当时说你不适合有孩子，就是因为这毒会传递给孩子，胎儿和母体相连，他多多少少肯定也会受到影响。说说想保下这个孩子，他会怎么样？胎儿嘛，毒的量肯定比你要少很多。我给他开了药，只要一直吃，压制的毒性，就可以保证平安生产。朕问的是对他的影响。那肯定是有影响的呀，怀胎10月肯定会一点一点的蚕食他的身体，其中生产的亏空，3年5年都不一定养得回来。现在孩子还小，压制起来还相对轻松一些，等月份越来越大，他要吃的苦头也会越来越多。季君夜中的毒名为噬髓，平时不显，但会随着中毒时间延长一点点的侵蚀人的身体，等积攒到特定的时间爆发时，如同万蚁噬髓，痛不欲生。